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370, which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in 2014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. The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with 239 people on board has gone missing. 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，这场现代航空史上最令人费解的失踪事件，一直是个未解之谜。2014年3月8日，这架载有239名乘客与机组人员的波音777，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，预计飞往中国北京，可它却在南印度洋上空凭空消失，如同人间蒸发。将近10年过去，它的下落依旧成谜。然而现在，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发现，正颠覆我们对这起失踪案的所有认知。这究竟会带来终极答案，还是只会让谜团更加扑朔迷离？无论是哪一种，真相可能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骇人。MH370，全球航空史上最撼动的谜团之一。在这个卫星监控无处不在、航班即时追踪的时代，一架大型客机怎么可能就这样凭空消失？这起事件不仅挑战了人类对科技的信心，也留下了一连串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2014年3月8日凌晨12点41分 ，MH370 按计划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。当时天气良好，一切正常，有经验丰富的机长与副机长掌舵。这场航程原本应该毫无悬念，飞行的前38分钟，一切如常，毫无异状。但在凌晨1点19分，副机长法里克·阿卜杜勒·哈米德最后一次透过无线电向地面通讯：“晚安，马来西亚370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而普通，仿佛只是一场例行飞行中的例行对话。但没有人知道，这将是 MH370 向世界传出的最后一句话。Malaysian 370, contact Ho Chi Minh 120.9. Good night, Malaysian 370. 消失的那一刻，仅仅2分钟后，异常发生了。雷达上的 MH370 突然从监控画面中消失，飞机的应答器，负责让雷达追踪航班的装置，被人为关闭。这还不是最诡异的部分。就在应答器关闭后不久， MH370 突然偏离了原定航线，它没有继续飞向北京，反而在空中急转弯，直奔西方，飞回马来西亚领空。军用雷达后来显示，飞机在西飞了一段时间后，又再次转向，这次是朝南飞行，最终彻底从雷达上消失。从那一刻开始， MH370 便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。最初的混乱与延误，刚开始，空中交通管制员并没有过度惊慌，毕竟飞机偶尔会因天气或技术问题短暂失联，这在航空界并不罕见。但问题是，这次的沉默一直持续下去，几分钟变成几个小时。当黎明来临，北京机场仍迟迟不见 MH370 的踪影，航班应该早已降落，但事实上它甚至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，没有任何警报响起。这不是普通的失联，这是前所未见的失踪。搜寻行动的转折点，最初的搜寻范围锁定在南海，也就是 MH370 预计飞行的航线上。但几天后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：这架飞机在失联后，仍然继续飞行了至少6个小时。这个结论来自英国卫星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数据分析。这项发现让搜寻范围大幅度转移，从南海延伸到遥远荒凉的南印度洋。随后，数十个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际搜寻行动，投入无数人力物力，试图解开这场世纪谜团。然而，整整1年过去了，依旧一无所获。第一块残骸终于出现，直到2015年7月，突破性进展终于来了。在印度洋上的一座法国小岛留尼汪岛上，当地居民发现了一块奇怪的飞机残骸。经过检测，这块残骸被确定为 MH370 的副翼。
这个发现让全世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随后几年内，更多碎片陆续出现在马达加斯加、莫桑比克、坦桑尼亚的海岸，证明飞机确实坠毁于印度洋。但关键问题依然没有答案：主机身在哪里？黑盒子在哪里？ MH370 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阴谋论四起，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？ MH370 的神秘失踪迅速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，也衍生出无数的理论与推测。这是劫机吗？有些人认为飞机是遭到一名流氓飞行员蓄意改变航线，最终坠入大海，还是机械故障、空中火灾，甚至恐怖攻击。也有专家怀疑是飞机内部发生技术问题，导致无法联系地面，最终导致悲剧发生。但更夸张的理论甚至牵涉到骇客攻击、外星人绑架，甚至是神秘的军事行动。问题依旧，答案依然遥不可及。多年来，无数的专家、调查人员、政府机构、独立研究者，甚至业余侦探，都试图拼凑出 MH370 的真相，但直到今天，仍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完全解释这架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。马来西亚政府领导的官方调查在2018年正式结束，然而这份千呼万唤的最终报告却令人失望。结论，他们无法确定这架航班到底遭遇了什么。换句话说，这场旷日持久的调查并没有给出答案，反而留下了更多的疑问。当然，报告确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 MH370 是被人为操控，故意偏离航线的。但谁做的？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些问题依旧悬而未决。报告还指出了空中交通管制的严重失误，如果当时的反应能够更迅速，或许这架飞机就能被追踪更长的时间，甚至可能有机会被拯救。对家属来说，这是一场无止境的噩梦。对于失踪乘客的亲属而言，这样的结论根本无法让人接受。他们要的不是无法确定，而是真相。10年来，他们不曾放弃，从希望、绝望再燃起希望，一次次在生与死之间徘徊。他们不只是失去了挚爱，更被困在一个永无止境的悬念之中。而政府的官方调查虽然终止，但民间的搜寻行动并未停止。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、航空专家、独立调查团队，甚至私人企业，都曾资助多次搜寻任务，试图在浩瀚的印度洋中寻找飞机的下落。但至今，这场搜寻仍然是一场与海洋的无声对峙。MH370 之谜，拼凑碎片，还原消失的航班。想要解开 MH370 的谜团，不只是寻找坠机地点这么简单，这更像是一场超高难度的解谜游戏。线索零碎，数据不完整，证据相互矛盾，每一个发现带来的往往不是答案，而是更多的困惑。多年来，全球顶尖的航空专家、科学家和调查员竭尽所能地重建这架飞机最后的旅程，但即使是他们最严谨的理论，仍无法解答关键问题： MH370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消失？因为从头到尾，这起事件都违背了所有的逻辑。在大多数飞安事故中，通常会有求救讯号、目击者、雷达记录，甚至残骸的位置都能很快确定。但 MH370 没有求救讯号，没有确定的坠机地点，没有及时的残骸发现，只有零星的数据和一大片无法解释的沉默。调查人员唯一能依靠的是一组残缺的线索：卫星讯号、雷达记录、洋流分析、碎片检测。这些数据勾勒出一幅诡异而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。突破性的发现来自太空的握手信号。调查的重大突破来自英国卫星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。这家公司追踪到了 MH370 与印度洋上空一颗静止卫星之间的神秘信号。这些被称为握手信号的自动回应，原本只是一项技术性的心跳讯号，每小时发送一次，用来确认飞机是否在线。但这些不起眼的讯号
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当 MH370 从雷达上消失后，它其实又继续飞行了近7个小时，直到最后才在印度洋某处坠入大海。这项发现完全改变了整个搜索方向。搜寻 MH370 从南海到南印度洋的巨大转折。最初，搜寻行动集中在南中国海，因为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飞机应该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坠毁。但 Inmarsat 的数据显示， MH370 并没有直飞北京，反而向南转向，驶向地球上最偏僻的海域之一——南印度洋。这片海域辽阔、深邃、荒凉，水下地形险峻，没有多少人类探测过的记录。而这里成为新的主要搜索区域。科学家透过高级数学模型计算出飞机可能坠落的位置。这条理论上的坠机路径被称为第7弧线。澳洲运输安全局牵头的搜寻行动横跨了12万平方公里的海底。这场搜索就像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针，但即便如此，搜寻团队仍然没有放弃。先进的声呐扫描技术揭开了一个从未有人见过的水下世界。隐藏在深海之下的未知山脉、险峻峡谷、陡峭的海底断层。然而，即使探索了无数未知之地， MH370 的主要残骸依旧无影无踪。第一个突破来自海洋的证据。2015年，这场调查迎来了第一个真正的突破。在留尼汪岛的沙滩上，一位当地居民发现了一块被海水冲刷的飞机残骸。经过检测，这块残骸被确定为 MH370 的副翼，这也是第一块被官方认证的 MH370 残骸。这个发现证明了一件事： MH370 确实坠毁在印度洋。接下来的几年内，更多的碎片开始陆续出现在马达加斯加、莫桑比克、坦桑尼亚的海岸，其中一些零件带有波音777的识别号码，甚至有部分残骸来自飞机内部，进一步佐证了坠机的残酷事实。残骸的故事，飞机最后时刻的真相。但这些漂流的飞机碎片不只是证据，它们还暗示了一个可怕的结局。有些残骸上的裂痕显示飞机是以高速撞上海面，瞬间解体。其他碎片，尤其是来自机舱内部的部分，显示飞机的某些部位可能在坠毁之前就已经解体。而最令人不安的发现，一块被烧焦的残骸，让人开始怀疑机上是否曾发生火灾。MH370 之谜：阴谋、科学与最后的追踪。MH370 的失踪至今仍然是一场无解的悬案，也是一场填不满的空白。在这10年间，关于这架航班的理论层出不穷，从机械故障到蓄意破坏，甚至涉及阴谋论与国际掩盖行动。然而，哪一个才是真相？最具争议的理论：机长自杀。其中最引起争议的说法，直指 MH370 的机长扎哈里·艾哈迈德·沙阿。根据这一理论，他故意驾驶飞机飞向印度洋，实施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谋杀自杀行动。证据：有人指出，在他的家用电脑上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与 MH370 最终航线惊人相似的飞行模拟记录，但这一理论始终没有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正式确认，而且反对者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模拟训练，而非犯罪预演。再者，机械故障、劫机，甚至飞行员或乘客失能导致的无意识坠毁，也同样是可能的解释。但无论哪种说法，都无法解释 MH370 最诡异的一个细节：为什么飞机的应答器被手动关闭？飞机是被隐形的。应答器是飞机与地面通讯的关键设备，它让空管人员能够及时追踪航班的位置。但就在 MH370 最后一次与地面通讯后的几分钟内，应答器被手动关闭。接着，负责传输维护和飞行数据的 ACARS 系统也突然停止发送讯号。这意味着有人刻意让 MH370 从雷达上蒸发。但即便如此，这架飞机依然被卫星看见了。
但只是被动追踪，而非主动发送讯号。这究竟是有计划的行动，还是纯粹的技术故障？这个问题至今无解。2018年的终止还是新的开始？经过多年调查，官方搜寻行动于2018年结束，但结果令人沮丧。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， MH370 失踪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。于是，这起航空史上最令人费解的案件，似乎注定成为未解之谜。但事情远没有结束，因为一场科学上的突破可能终结这场迷雾。科技进步能否带来最后的答案？多年来，调查人员主要依靠洋流模型和卫星讯号来推算 MH370 的坠毁地点，但现在，一种全新的技术让这一切变得前所未有的精确。突破一：水下声音可能锁定撞击地点。全球海洋监测系统长期以来一直用于监听潜艇活动、海底地震，甚至核试验，但没有人想到，它可能也听到了 MH370 最后的坠机声音。科学家重新分析了2014年3月8日的全球水听器数据，发现了一组异常的水下声波。这些声波的时间恰好与 MH370 可能坠海的时刻吻合。如果这些声波确实来自 MH370 撞击水面的瞬间，那么科学家将能将搜索范围缩小至几十公里内，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。突破二：无线电的陷阱捕捉到 MH370。航空航天工程师 Richard Godfrey 则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追踪技术 WSPR 弱讯号传播报告器。这种技术的原理听起来像是一场科幻小说。地球上每天有数千个无线电讯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，而飞机的运动会微妙地干扰这些讯号。这些干扰通常极其微弱，但如果能够准确测量，则可以反向追踪飞机的飞行路径。换句话说， MH370 即使没有主动发送讯号，仍然在无线电网络中留下了一丝丝痕迹。Godfrey 和他的团队透过这种技术重建了 MH370 最后的飞行轨迹。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他们的数据显示，飞机的飞行模式极不稳定，可能表明机组人员在最后时刻仍然在挣扎，或者试图避开侦测。这项发现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，这场灾难真的只是机械故障，还是有人刻意操控，让 MH370 迎向终结？突破三： AI 计算出的真实坠机点。同时，海洋学家也透过人工智慧分析印度洋漂流模式，重新模拟 MH370 残骸的漂移轨迹。结果显示，过去的搜寻范围可能仅仅错过了坠机地点几公里，甚至新的 AI 分析指出，最可能的撞击区域实际上位于当初搜寻范围之外。这意味着我们一直在错的地方找对的东西。突破四：来自太空的异常信号。更诡异的是，当科学家重新分析地球观测卫星的历史图像时，他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在疑似坠机区域的上空，云层出现了异常扰动。这种现象曾经在其他已知坠机事件中被记录到。当飞机以极快的速度撞上海面时，产生的冲击波可能会影响高空云层的结构。如果这个假设成立，这将是 MH370 坠毁的第一个来自太空的视觉证据。即将揭晓的答案还是更深的谜团。这些科学突破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找到 MH370， 但同时，它也带来了更令人不安的问题。如果 MH370 是手动控制着飞往印度洋的终点，那么是飞行员的绝望行动，是劫机犯的精密计划，还是某个更深层的阴谋？如果 MH370 被找到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这架飞机失踪已经快10年了，如果残骸终于被发现，那么黑盒子里的数据还能恢复吗？黑盒子虽然被设计成可以在极端环境下幸存，但在深海浸泡这么久，它的数据是否还完整？
录音是否仍然清晰，还是早已被时间和海水侵蚀？这些问题现在没人能确定。但如果这次的科学突破真的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，那么下一步将会是什么？10年来的努力，这次能成功吗？经历了近10年的挫折、放弃、重启和希望破灭，现在的专家们终于相信，这次的搜寻可能会带来真正的答案。事实上，自2014年 MH370 消失以来，搜寻行动从未真正停止。我们一次次深入海底，从一开始的盲目摸索，到后来的精确计算，每一次搜寻都让我们更接近真相，但每一次也都显示，我们还差了一点点。过去的搜寻行动一步之遥的错失。第一次官方搜寻由澳洲运输安全局领导，动员了一整支国际团队，在12万平方公里的印度洋展开大规模搜索。这片区域的面积大约等于整个英格兰。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声呐扫描技术，但一无所获。第二次搜寻由美国的私人企业 Ocean Infinity 主导，这次他们不再只依赖传统船舰，而是部署了深海无人机，对 11.2 万平方公里的海底进行更细致的探测。结果呢？历经数月，投入数亿资金，仍然没能找到飞机的踪影。最后，这场搜索被迫终止。这次不一样，科学突破带来新希望。然而，最近的技术突破让这场搜寻迎来了真正的转机。声学数据分析、水下监测系统可能听到了 MH370 撞击海面的声音，人工智慧海洋模型透过洋流分析重新计算残骸可能的坠落区域，更新的卫星追踪技术，新数据比以往更精确，显示过去的搜寻范围可能错过坠机点仅50到100公里。这个距离对人类来说很远，对浩瀚的印度洋来说近得令人抓狂。所以这次会成功吗？ Ocean Infinity 认为答案是肯定的，因此他们宣布将在2024年发起新一轮的搜寻。这一次他们不打算空手而归。2024年的搜寻行动，这次科技全力出击。这一次的搜索将与以往截然不同，人工智慧水下无人机不像过去依赖载人船舰，这次将部署全自动深海探测器，不间断地扫描海底，高解析度 3D 声呐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，可轻松分辨岩石与飞机残骸，及时视讯深海潜水器。如果发现疑似残骸，这些设备可以立即传回高解析度影像，不再浪费时间等待打捞与分析。 AI 解析数据，减少误报。传统声呐常将海底地形误认为飞机残骸，这次 AI 能帮助专家筛选出真正值得关注的讯号。这一切意味着搜寻团队将拥有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和效率。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，也是最有机会成功的搜索。为什么这次搜寻势在必行？这场新搜索的推动力不只是技术的进步，还有来自全球的压力。239名失踪乘客的家属从未放弃，多年来他们不断发声，要求政府给出答案。每当有新发现，他们的希望就燃起；每当搜寻失败，他们的心再次破碎。如今，随着新的证据浮现，他们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。这架飞机必须被找到。面对这样的压力，马来西亚政府也不得不表态，如果有新的确切线索，他们可能批准官方搜索的重启，而国际间的合作与资助也变得比过去更加积极。这次 MH370 或许真的有机会重见天日。如果 MH370 被找到，然后呢？找到残骸仅仅是第一步，真正的关键是黑盒子。这个装置内部可能还存有飞行数据记录和驾驶舱语音记录，能够揭示 MH370 最后几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问题是，黑盒子是否仍然完好？虽然设计上它可以承受极端环境，甚至能存活数十年，
但在水下近10年，资料是否还能成功恢复，仍是个未知数。如果黑盒子能被成功解读，我们可能会得到所有的答案。实心对沟飞机是否因为技术故障坠毁？实心对沟应答器为何被手动关闭？实心对沟最后控制飞机的人究竟是谁？机长、劫机犯，还是其他未知势力？但如果黑盒子已经严重损坏，那么我们只能依靠残骸本身来推测这架飞机的最后时刻。这次真相终于近了。MH370 的搜寻是航空史上最昂贵、最困难、最具挑战性的搜寻行动之一，但这一次情况与过去不同。实心对沟我们拥有更精确的搜寻区域，实心对沟我们拥有比以往更强大的科技，实心对沟我们拥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的决心。10年的等待或许即将迎来结局，但问题是，这个结局真的会带来解脱，还是会引发更深的疑问？因为如果 MH370 真的是被人为刻意带往南印度洋，那么是机长的决定，是劫机的计划，还是某种更惊人的阴谋？当残骸浮现，当真相终于现身，我们准备好面对它了吗？答案或许很快就会从沉睡在深海之中浮出水面，但它可能并不会让人安心。如今，随着科学家的最新发现，这起失踪案可能迎来新的转机，但这个发现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加不寒而栗。